回应来了。面对国家媒体关于浅浅诗或可自赏莫负流赏的建议，某大学文学院教授、某现代文学学会会员荣大作家说了，他说他加入作协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程序也是符合的，他的作品也是合格的。没有问题，大家对他的有意见呢，是因为普通的作者就看他写了一些讲自己孩子的屙屎屙尿的这种日常生活的这种小东西，读者呢就是会把这个东西放大，把它放大为他所有的东西都是这个水平。他写的诗的水平啊，在当代女诗人中这样的比较偏口语的这种风格当中，他是比较优秀的。就他的诗歌而言，他应该是比普通的中国作协会员应该那是要高一些的。其实啊，他是有很多很好的作品，就是大家对他的意见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因为他的父亲是贾某某，就像我们讨厌富二代一样，他是文二代，我们会想当然的认为，他之所以加入作协，之所以有名，之所以在大学当教授，都是因为他的父亲，这些跟他的父亲没有直接关系。普通的作者他是不能够来鉴赏这样的诗的，因为啊，我们还停留在唐诗宋词那个人们说到诗的话，还停留在哪个标准，不太理解现代诗是怎么写的。我们仍然是以古典诗歌评价的那个标准去看待新诗。哎呀，挺无语是吧？第一点说我们不太理解现代诗是怎么写的，那就请荣大作家告诉我们，那现代诗应该怎么写呢？古典诗词啊，我们经常诵读；现代诗从徐志摩、戴望舒到北岛、顾城、舒婷，那我们也没少读。那么什么是诗呢？古人说：“诗言志，歌咏言，声亦咏，律和声。”其实啊，每个人都可以写这，没有什么神秘的。难道是你们写诗又发明了什么新方法？然后这是一个专利技术，你们保密，只有你们协会的人才掌握吗？第二点。诗歌虽然属于个人创作，但也是给别人看的嘛。否则你说你往各种刊物投稿，那是为啥呢？既然投稿于刊物，那就具备了公共属性。既然具备了公共属性，那公共的受众就有了或愉快接受或难受的反应。既然你说全中国10几亿人都不接受，只有你们认可，那尽可以或可自赏，莫负流赏，那自己在家欣赏呗。第三点，我认为文化可以传承，但文化地位却不能世袭。那你说人家李白诗歌流传千古，他也没琢磨让儿子博琴加入什么协会之类的。那苏轼万古留名，他也没研究让儿子苏迈整个什么会长啥的。那有水平的富二代、文二代、官二代多了去了。曹植文二代，李煜文二代，晏几道文二代，李世民那官二代、官 N 代呢？朱棣那是官二代，孟晚舟是富二代，那你说谁讨厌他们了？谁瞧不起他们了？管你是几代，只要你有本事，大家没有不认可的呀。第四点，你说这个茅盾、巴金、铁凝，这都当过作协主席，他们的作品既可入选课本，也可以当成我们学习写作的标杆。说白了，写得好，值得我们学习，才能入作协吧？那以后学生考试，那是不是可以把这些浅浅诗拿来进行诗歌鉴赏、阅读分析理解呢？如果要是问说此诗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你说我作为一个语文老师，那怎么和同学们这么齐文共欣赏呢？第五点，诗歌啊确实需要创新，中国诗歌也是在不断创新的过程之中，与时俱进的没毛病。但创新它不等于耍流氓，创新不等于哗众取宠啊。俗话说得好，人有人言，兽有兽语。那无论怎么创新，至少要遵循一点，用人类的语言来表达人类的思想情感。就你这个，哎呀，这和人类的距离好像越来越大了。其实啊，这件事大家最反感的不是浅浅写的是不是诗，而是关起门来自玩自嗨到极致的文法、画法、书法们。他们高高在上，他们俯视众生，他们高深莫测，他们把10几亿人看作了文化审美鉴别力为0的白痴。大家只能无奈地看着他们的表演，吐完之后啊，只能用一句话来回答他们：你可以杀死我，但是你不能侮辱我。